李长寿老老实实的跟在众仙后面，九乌在旁边赶了过来，拉着他的胳膊，又向后靠了靠。给你这个。九乌把手塞到了李长寿的袖中，放了一只宝囊。这个龙宫太子身上带着2件后天灵宝，那把剑非同小可。稍后如果他要伤你，你就直接拿这宝囊里面的东西出来砸他。这是我师傅的紫灵印，嘿嘿，也是灵宝。我为你求来借你用用。记得，借你的可不是给你的。李长寿顿时有些绷不住笑，却将宝囊取出，塞回了九乌的袖口。啊，这师伯的袖口中也缝了几只宝囊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好东西。师伯不必担心，我稍后自有应对他的办法。李长寿传声回去，这一战我自不会让他赢了去，只要他别打着打着直接变成龙身就好。九乌顿时有些疑惑不解，李长寿又传声嘀咕了几句，矮道人顿时挑眉，扑哧一笑。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法要活用，这是我师父常教的道理。对了，你师父呢？你跟人切磋也该让他过来看看才对啊。李长寿用仙识看了眼山门外几百里处，那个藏在密林中的那只睡着的树墩儿，嘴角轻轻抽搐了一下，留下了一缕仙识在那儿环绕，口中答道：我也不知道，最近师父心情烦闷，外出溜达了吧？也对呀，你师父化了浊仙，仙路肯定不是那么容易。先别多想了，这一场好好打啊，赢不赢无所谓，别太狼狈就行。李长寿点点头，面前已经有长老扭头看着他们二人。九乌也不敢多说，驾云带着李长寿追了上去。片刻后，破天峰渡仙殿前，那一片平整的殿前广场上，一位长老扔出了数十颗夜光法珠，将此地照得宛若白昼。100多人影站在殿前，渡仙门内大半的炼气室的灵石、仙石注视着此地。金鳌岛一行人也并未多说什么。九乌与几位长老商量一阵，主动站出来，朗声道：切磋论道，意在验证各自之道，明悟自身之理，并非好勇斗狠。双方当点到即止，不可存心伤人。殿前这块空地便是边界，延续龙宫当日规矩，出界算输，也不可用杀伐宝物。敖乙与李长寿尽皆答应了一声。随后敖乙收起了腰间的灵宝长剑，在怀中掏出了一双银白色的手套，慢条斯理地穿上，又转身对着金鳌岛5位天仙拱手：还请师兄出手，将我修为封至反虚境7阶。善。一位中年道者轻轻颔首，左手凭空画下一道符箓，打在敖乙身上。敖乙的气息瞬间跌落。此符可封你一个时辰。谢师兄。随后敖乙与李长寿各自走向场内，隔了15丈，气机相互勾连。忽听一旁有人喊道：长寿师兄。李长寿侧目看去，却是一袭红裙的有琴玄雅，正在殿前注视着自己，那双眼眸中略带忧虑。我要争强。李长寿笑着点了点头，纯粹出于礼貌。李长寿看向敖乙，开口：敖乙太子，今日与荡妖大会有些不同，我或许会胜之不武。敖乙少年面容上满是惭愧色，用清润的嗓音回道：道友尽管出手便是。李长寿点点头，单手一撩道袍前摆，顺势背在身后，又做了个请的手势，开场便是气势十足。但是李长寿的心底已经有了计较，接下来的这种战斗方式是他深思熟虑过的。
稳中带皮，稳中求胜，不多暴露任何东西。敖乙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面色凝重，身周出现一团团玄冰火。李长寿的袖口飞出一只只黄纸符，转眼散出了上百张符箓。敖乙此前领略过这般招式，只是此时感觉起来，这些黄纸符的威力比上次强了不少。脚步一顿，敖乙身形贴地前冲，数团玄冰火化作龙影盘旋在他身周，一同朝着李长寿强冲而去。这一次李长寿竟然不施展步法躲避，而是静静地站在那，口中迅速念动咒法，音节快到模糊不清，如同哼唱般。敖乙转眼扑到，一拳夹带开山裂石之威，直接砸向李长寿的胸口。而此时敖乙眉头一皱，已经做好了随时收拳的准备。但是李长寿身形一矮，瞬间钻入了如水波荡漾的地面。土遁，因此前北周一行，他用土遁救了有秦悬崖2次之事，早已经被门内知晓。李长寿此时可以大大方方地用出来。敖乙一拳打空，身形落地，朝着前方冲出10多步。这位龙二太子扭头一看，身后的黄纸已然结阵，一道道火光接连爆发。虽然是普通的术火，此刻在李长寿模拟出反虚境7阶法力的加持下，却也发挥出了不错的威力。敖乙的双臂护住面容，身形左躲右闪，被密集的术火不断地砸中。李长寿在地下悄无声息地游走着，找寻着偷袭的机会。他可以输也可以赢，两相比较，对自己而言其实没什么差别，重点在于如何输，如何赢。与敖乙正面对决，大战一场，风风光光，无论是输是赢，自己的形象都会被门内弟子铭记在心。但是如果是凭土遁外加符法，不去正面对拼，胜之不武，败之不可惜，就会让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也不过如此。一个擅长阵法土遁的劣质仙苗，人物形象就会瞬间丰满。用这般方式赢了，在旁人看来也只是取巧罢了，不会有人将他当作是什么英雄式的人物。有毒那边不一定哈，这是个漏洞，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哪怕为此得了一些不好的名声也无所谓。李长寿要的只是这件事快速平息，自己的修道生活快些回归原本的平稳。所以得罪了小龙路。符阵不断爆发火光，打得敖乙颇为狼狈，但给敖乙增加不了太多的伤势。敖乙心底有些焦急，不断地搜寻着李长寿的身形。地面平静无波，似乎有着一缕残留的气息。在那儿！敖乙立刻前冲，一拳轰出，地面砰然炸出一处坑洞，下方却毫无李长寿的身影。正此时，敖乙身后的地面悄悄探出一只大手，这大手贴着一张符箓，竟然无法被仙识查看到。手中捏着一只锋锐的法宝匕首，对着敖乙的脚后跟一戳，一道小血剑顿时窜了出来。敖乙立刻跳起，扭头看去，那只大手瞬间又缩回了地面。敖乙倒吸一口凉气，但他极快打出的一掌却再次扑空，只能够双眼瞪圆，立刻跳到空中。早已经等待多时的符阵齐齐发威，空中不知不觉的又多了几十张黄纸符，爆发出漫天火光，将敖乙的身形直接打落。这次术火之中有一缕非同寻常的真言，烧得敖乙皮肉剧痛，身上满是焦痕，更是狼狈不堪。那是李长寿的气言，外加自己一缕精神模拟出的威力合适的三昧真言。敖乙刚落地，
又是一只无法用仙识查探到的手掌从敖乙的视线死角探出。这一次，手掌中抓着一把法宝短剑，对着敖乙的膝盖窝一戳。第2道小血剑飙飞而出，殿前传出了几声轻笑。敖乙扭头怒视，手掌又瞬间缩回地面了，却是丝毫看不见这李长寿的身影。清秀的面容上眉头紧皱，敖乙又捕捉到了地面的一缕残留气息，一掌将地面轰出半丈深的坑洞。主殿前的广场铺的都是十分坚固经过简单炼制的石材，修为被封还能一掌砸出一个坑，敖乙的实力也是让双方的仙人侧目。但是没用，那些残留的气息啊，本就是李长寿诱敌所用的。敖乙扑过来，他就在背后偷袭，气得敖乙只能躲在空中。但是上方的符阵变化，一道火柱凭空砸下，再次将敖乙压倒在地。敖乙身形刚落，双腿宛若陷入了泥潭，地面瞬间凝固，他直接被锁在原地了。李长寿的那句“我或许会胜之不武”在敖乙的心头环绕，他恍然大悟。今日不同于荡妖大会时，此时的地面不是当时水莲台凝成的地面，这位渡仙门弟子可以施展出他最拿手的土遁。哎呀，不得不说这一手土遁之法好生厉害。但是敖乙低喝一声，双手迅速结印，身周的一团团玄冰火焰凝成苍龙影，龙影四面呼啸，对着地面一阵狂轰滥炸，打得各处石屑乱飞，光影效果瞬间拉满。躲在地下的李长寿见状，也是禁不住一声赞叹：这龙太子竟然还会降龙18掌，真不会被自家龙王老父亲骂孽子什么的吗？此时此刻该有背景音乐才对啊。殿前各位渡仙门长老面色大多都有些哭笑不得，他们自然都觉得李长寿用遁法避而不战有些不美，可是偏偏此时这位小太子明显奈何不得自家弟子，李长寿已是立于不败之地。长老们又觉得这总归是好事，只有负责管理门内事务的几位长老此时一阵肉疼。哎呀，这广场修起来那也是要花不少宝财的呀。且看敖乙催发的龙影到处乱砸，烟尘中李长寿的手掌在敖乙的背后又悄悄地钻出来，这一次手中攥着一把3尺长剑，对准敖乙的大腿向前又是这么一戳，这一次没有戳出血溅。敖乙扭头怒视，大腿之外出现了一层龙鳞的虚影，双脚自地面用力拔出，然而上方的符阵再次开始狂轰滥炸，完全不给敖乙思考的时间。李长寿躲在地面之下，静静等待下次出手的机会，暗中控制符阵，不断地补充符阵所需要的符箓。只见上空的符阵一会儿摆出一个蛇形，一会儿摆出一个8形，凝出团团树火，粗壮的火柱打得敖乙无比狼狈。而敖乙身形只要一落地，那只无法用灵石仙石探查到的手掌就会从他的视线死角摸出，拿着匕首啊、短剑啊、长剑啊，不断地戳他的小腿。敖乙不断怒吼，却也只是无能狂怒。李长寿反复偷袭，已经给敖乙的双腿扎出了许多轻微的皮肉伤。一时间，渡仙门上上下下满是年轻弟子欢乐的笑声。原本满是担心的有清玄雅，此刻也是禁不住抿嘴忍笑。一向不苟言笑的忘情上人，此刻却是在殿内转身注视着墙面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肩膀偶尔颤一颤。片刻后，敖乙浑身焦黑，不断的喘息，长发披散。符阵发威，他的身影再次被火柱压在地面，但强撑着并未倒下。正此时，敖乙身后的地面上
探出了一道黑影，一股冰凉的气息在场中扩散开来。那黑影，谁都知道，定是那一只手掌再现。但是此时啊，一缕寒光从烟尘中暴露出来，那是一根尖刺，不是一根，是数不清的尖刺。这次的手掌赫然握着一只法器狼牙棒，探出地面的手掌举着狼牙棒，瞄准了敖乙身后最脆弱的位置，悄无声息地靠了上去。敖乙此刻正在搜查各处，精神已经有些恍惚了，并未注意到危险的来临。一时间，观战之人纷纷瞪大双眼，有秦玄雅、汉芷、柔柔、杜仙门不少女弟子都是掩面不敢多看了。有2名金鳌岛的炼器士气到手都哆嗦了，不少男弟子喉结轻颤，心底疯狂地发誓，今后绝对不要跟小琼峰的李长寿切磋斗法。好了，我们认输。原则老道面露无奈地大喊了一声，那狼牙棒瞬间消失在地面。敖乙扭头满是不解地看着原则，但是随后低头一叹，我确实拿土遁毫无办法。心神一松，敖乙狼狈地后退2步，体内气息翻涌，坐在地上。真的输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白净的大手从旁边伸了过来，递到敖乙面前。敖乙抬头看去，看到的是李长寿那张温和的面容。这次算平局可否？我如果正面与你对决，不会是你的对手，只能用这般阴险之策。毕竟这里是我杜仙门，我也只能拼尽全力了，不能让师门输一阵，还望你能多理解，多有得罪了。敖乙的嗓间一颤，顿时露出了几分坚强的微笑，眼眶都有些红润。人族并不只是有那些冷面老道一样的魔头，还有像长寿这般温柔的人啊。敖乙抬手握住李长寿伸来的手掌，顺势站起。